在一起吧。可以裸体跳伞吗？不要哭，我哭了。大家觉得你真是爱瘦子，我爱啊。其实我跟大家也没有不一样，比较帅，坐在轮椅上。Oh my god！ 不是，型男第一趴 ，Cheers！ 请到一个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一个大来宾，就是我们的型男蚁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蚁人 ，A.K.A. Chairman。我自己也是你忠实观众跟粉丝，你的影片都很乐观，然后很有趣，而且你都用一些梗，我可以证明，很久以前就看过你的影片，他还说看到影片有时候会哭，包括你最近的那个同理心跟同情心，很多人会有同情心，但他会忽略了同理心，好像是帮助你，但其实他少了一个这个状态这样。就是很多人都会有，我这样做是为你好，但这是同情，但同理就是你要换位思考，你可以身处在他的角色，去用他的想法想这件事情。影片中你做了这么多事情，游泳、冲浪、射箭，然后枪击，所有这种各项运动，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？你以前体验过的运动，换一个形式去体验，就会变成一个全新的感受。我有看你游泳那一集，大部分游泳应该都是用脚，那我才知道，如果只用手竟然是这么累的一件。发现你蛙式的时候屁股会一直飞浮起来，对，浮起来。而且你还挑战冲浪，超酷哎！不是，也是真的是因为受伤这件事，让我觉得我应该把握时间去做我想做的事，因为你又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。是太有意志了。这最近有一个话题，就是大家不是都打疫苗嘛，然后大家都会说好像被车撞过的感觉，但是你们没有被车撞过啊。可是你知道我自己最喜欢你哪一个吗？哪个？你跳现代。真的、现代舞其实我是真的有投入在里面，我就是感受到，所以我很喜欢，而且你跳的真的蛮好的。那这么多运动，你第一名你自己给哪一个？当然还是篮球啊！哦，酷！男生嘛，篮球，我有参加全运会啊，去年是轮椅篮球，然后去年我们是台北市是拿冠军。没几队了，可我记得冠军就有不少钱的耶。对，所以你要加油。是，我要努力赚钱，才可以娶老婆，可以买房子。那你会买在石牌吗？我买不起啊。应该是说，你觉得哪边身障的朋友最友善的地方？其实现在新的建案都有规定，一定要有无障碍设施。对，你只要再改一下你家里的厕所、楼梯的地方就可以了。因为最近我们的医生也为了这东西而吵翻，就是政府规定说每一个诊所一定要有一个无障碍的空间，就让大家可以进来看病，像环境公约之类的。对，所以就一定要改。不知道以远景就是未来大家都有可能会有用到这个需求，不管你是坐轮椅或是行动不便，去娃娃车或者什么。你去比方说医院啊，或是去哪里的时候，还是有比较不方便的时候。医院应该都还 OK， 都 OK 啊。最主要是可能餐厅吧、健身房，那你知道，大部分都是在2楼或地下室。对，然后都不是有电梯的地方。你不能去西门町的餐厅。我有看那一集，西门町餐厅都在2楼，然后都没有电梯。对，所以那你只能去东区，因为东区很多1楼。东区在1楼没错，问题是它都会有1、2阶。它的路平砖没有做很好，就是它会把它。不知道是因为东区会淹水吗？东区你们在干嘛？还有西门町你们在干嘛？请重视好吗？住乡下也蛮方便的，乡下没有建筑。那时候你说要去坐公车，然后你直接说我不要。对，公车就有些态度都不太好。对啊。然后我就哇靠，你也太真实了吧？他没有同理心。不是，应该是说台湾的公车不知道为什么很赶，他们停一个站也不停很久，然后马上。就你常常在刷公车，就会被撞一下。我也蛮常被公车司机凶的。像日本的京都，他们就会停起火，等大家确定好，他们再开始。对啊，他们没有，就是他们淹压力吧。很长社会事件都是出现在公车上面。那如果你要上公车，他要做很多东西，他们不耐烦。你给我等着，公车司机，你刚才给我凶一点。那你自己目前有没有想说做一些，比方说环岛？
好累。对啊。Hello，像上次他去了9份的时候嘛，无障碍空间的那个厕所，他说你看我们要先下到基山路，然后再弯回来轻便路，好累哦。然后开车要去那个什么金瓜石博物馆，还要绕一大圈那样子再回来，他也说好累哦，真的很累哎。我就是，可是你这样常常上山下海，你体力应该算很好吧？可是我很容易累啊。很多开始叫你不叫你愚人类，叫你懒人类。哪有？没有吗？我觉得有哎，你回去看看。没有吧？没有啦，我开你玩笑。我有去做过那个飞行伞。哦，飞行伞感觉如何？想刺激一点的。刺激啊！对，我在等跳伞啊。我不敢。你不敢？你之前不是说你想要跳伞？再不敢。为什么？年纪渐长之后，有个差错。对，越来越怕死。有，我也有这种感受，就是以前都去游乐园，然后做那些高飞鹰啊。对啊。你有做？这次有去吗？没有。我现在不能做啊，这就是现在一个问题。游乐园虽然是给我们半票进入，但是我们能做的设施根本不多。他就会写有什么心脏疾病或者脊椎开过刀，或什么就不能做。是我觉得啦，我自己觉得，他们只是怕出事。对，哦，我懂你意思，但是你是可以的这样。游乐园。又有人，这一集是要得罪，这一集下来我是全部都要得罪。去之后发现，我现在只能待在家里了。但我觉得他真的有让我反思的东西，因为他有一次实拍说，在路上轮椅这样过的话，其实有遇到多少困难，人行道有忽大忽小，然后突然有个电柱啊，有些人临时停车，像他最常用的就是常占用那个残障车。对啊，我就是会霸占你们的那个车位。我要检举，我就是会霸占，他就会伸张着在厕所那边去狂叫，哎，好了没有？好了没有？好坏哦，这样不对。我还真的有时候会去上残障的车，是没人的时候。但我觉得还好啊，就是如果没有人的话。对，因为有时候是太赶，然后大家都可以使用啊。对啊，但你不要敲人家门啊。对啊，你不要敲人家门。敲你的门？不行啊，怎么可以敲我的门？我在尿尿要很久，10分钟哎。那就很快了，其实。哪很快？因为我看过你整个程序还蛮多的，我就想说10分钟这么快？导尿管的大小很大。我的这个是比较大的，这个要导进你那个开口里面。对。然后插很长到你的膀胱，那会痛吗？大概插到这里，我是不会痛啊，第一次也不会痛，我就没感觉啊，就是会这样子塞到你的膀胱啊，从这里进水出来。对，那这个多长就代表说你的阴茎有多长。是这样吗？你的阴茎有这么长吗？没有，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没有打开。这一天只会尿1次吗？还是没有，就是看你的进水量多少。对，还有看那个膀胱的硬度。那你会这样因此还就是不多喝水？我以前会，但是就会变成一个问题，就会很容易感染，所以还是要多喝水。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你的故事特别感人。当时有没有曾经经历过就是想要放弃的？有啊，前3个月吧。前3个月，哎，你很认真在看影片。不是，我是医生哦。在医院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是前3个月。真的就是3个月，自暴自弃、自我放弃期。能撑过来了，都是因为旁边有很多人支持。对，就是很多人来看我，爸爸妈妈也是陪伴。对，这种爱是最直接。我就是看那则新闻很感动，就是你妈妈陪着你嘛，然后我就觉得好感动哦。他说他常常上新闻讲的哪一次？是你后来什么动力让你重新？那时候我记得是人生低到谷底的低潮，那就是对于人生已经很绝望。那一天晚上我就对着我妈妈跟爸爸说：“拜托你们再生一个小孩好不好？”他们竟然是跟我说：“神经病，怎么可能生得出来？但你永远是我们的宝贝。”也是因为这句话，让我那个晚上反思了很多事情，让我觉得，或许我人生就是这样，但是我可以尽我最大的努力，纵使结果不一定会尽人意，但是至少证明我认真过。这样，当时是这样。怎么那么感动？不要哭，我哭了，我都 hold 住。没有，我是觉得还蛮好的，因为觉得就尽人事听天命，因为你有时候都给自己太大压力也不好，可是你不给压力也不行。对啊，人生就是你只要对自己没有
任何的愧疚就可以了。可人生不是这样嘛？对啊，就是有挑战就去面对。觉得理智，真的很励志，我都哭了，我刚刚好感动哦，天哪！那你有想过先把镜子先动起来吗？我有在想这个问题哎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是医生。我有在想，如果有厂商听到的话，愿意赞助，你要动。还是有人要买我的镜子啊？没有，开玩笑。我会靠卖金子致富，整个那个石牌区都长一样，那个小孩，全部都是我的小孩。对啊，那你有考虑未来会生小孩吗？我是独子。哦，最印象深刻应该是说你要去夜店的事情，那个保全不让你进，就是讲这些话。保全，他说你这样还来玩呢？我想说，听懂意思吗？对啊，这个保全你在干嘛？来家直接讲。W 开头还是 O 开头？没有，那不方便讲，就在圆山那里而已。啊，圆山哦，圆山的夜店，就只有一家。明天开始就不能出门。分享那个影片，做人鱼能不能做爱？你自己抛出来之后，我就哇，你也直接告诉大家所有的想法。有吗？他那个影片有说他有没有做爱吗？没有，他没有讲他自己。我一看我就觉得，他没有什么骗我竟然没有答案。对，他是骗点击率没错，他就是没有讲他自己，但是他是有说，如果要做的话是会发生什么。我想说，然后而且他还做了2次，我想说，好，我去再看1次。片尾留给大家自己想象。那你是不是要多吃蔬菜，不然会便秘？我有吃软便剂哦，因为一直坐着啊，肠胃蠕动是不好。可能可以吃一些益生菌或是什么。问医生，就医生。一般来说，我们会建议说吃纤维素就可以了。你的纤维素才会让你的肠胃蠕动变快，然后纤维素才会长出比较多的好的益生菌。所以你一直吃益生菌，如果你没有吃那个纤维质的话，它们也没有好的环境长下来。哦。所以如果你要吃益生菌，你要搭配比较多的蔬菜纤维会比较好。那你有在控制饮食吗？我没有。看得出来吗？你有常吃什么麦当劳？就是他老脸一直都嫌他胖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很烦的。但是我真的觉得你有变胖，我也觉得。对，脸呢？跟之前比嘛？对。之前太瘦了。不是啊，可是过年嘛。可是你现在看起来就还好，但你有一阵子的video，我有感觉到变很胖。爬山？对，爬山那一集有，那时候有胖。怎么办？遗产了。哦，你有168餐？我没有刻意在168，但是就是1天1餐。那你在家里会哑铃健身吗？我现在1个礼拜就是会去复健2次，去打轮椅篮球，去打轮椅击剑。哦，我觉得很重要，因为复健的话会让你的那个肌力还是很在。为哪一天？就是为了哪一天我可以站起来，烧它好像会长。对，现在我们也心要是让它那个鞘膜可以继续往前长，所以你还是要记得，我要继续复健啊，维持肌力。还有一个最新的技术是，我们可以用导电的方式，把你的那个神经从哪一个，假设你是 T9 以下嘛，T9 这样连到所有的发讯号的地方，就可以让你站起来。我知道那个。对啊，所以越来越多机会了。直接在瑞士那边是实验了3个人做完过后，马上是可以站起来。人吗？人，但他站起来就是会需要这样子，就是会比较，因为他不常用他的腿啊，所以他用力怎么走。所以大概要训练了半年，他才能正式的可以跟人家一样走路。也很快。因为他现在目前只是实验的对象可能比较少嘛，所以多一点的话就可以知道说，证明是不是很有效。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效？那可以的话就可以用。对啊。所以这时候你要养好你的腿。我觉得等，搞不好下次我们就可以裸体跳伞吗？这样那个会飞耶，感觉会一直打到。不讲情色笑话吗？他刚刚还没开的时候就一直骂脏话呢，傻小，你知道他有多坏了？他很坏，但我平常是真的这样啊，真的有。在导演剪片的时候都要消音。那你有没有收过最感动的留言？他很谢谢我做这个事情，但其实他没有必要谢谢我，我只是做我想做的事情。因为真的要谢谢你，因为你让整个台湾比较注重在我们的身障朋友的时候，到底在哪个地方会有不方便的地方？因为没有你的发生，我们很容易忽略掉。但是其实如果我没有坐上轮椅，我也不知道
有这些事情啊。所以上天派你来是教导其他人来尊重生长者。上天赋予我这个使命。最让我觉得最惊喜的是，你还出了唱片，一首 EP 而已。刚好那时候有个学弟在当一个团体歌手，我就说，那有没有机会出一首歌？我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的歌。你以前有练过吉他？他有钢琴，小1到小6。对对，你好可怕啊！我都不记得我有说过这件事。对，小1到小6啊，然后现在不会弹。当一个 YouTuber 才让他变没那么懒。没有，我懒都是因为做人才。对，合理。就是你。是他害。如果我觉得我是你的话，我都觉得我搞不好就真的就是自我放弃。我不会像你这么哇，你是自己开车吗？对啊，对，没有人帮忙，你是一个人可以完成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刚才问他是一个人来的原因是，我就会想到这个东西了。那我们就是进入我们最重要的环节，一个蚁人要开始讲电影喽。我为他最爱的就是蚁人吧。如果可以演电影，你要演吗？演电影当然可以要演啊，就是杀人魔，可是你就是一直推轮椅。有，我有看过一部电影，它叫《轮椅杀手》，是他会这样，然后蹦蹦蹦。我蛮喜欢演戏的感觉。那现场演一段啊？要演什么？演他是变性人要勾一个男生。你以为我要叫你演什么？勾你还是勾你？都可以，看你要勾谁。来嘛！不是，我觉得还不错哎，他直接来。好，那你演一个变态杀手，假设你要强暴我。我很爱他哎，他都直接来哎，没有 Q 哎，直到用那个喘息声来证明他很需要。刚我被他喘息的有个高潮了。屁啦，太快了吧！最佳男主角的得主是蚁人。谢谢我的爸爸妈妈，我最感谢是你们。我真心觉得，如果有导演看到，真的可以找他演戏。我觉得你很放得开耶。哎，那这个环节啊，就是要你推荐一部电影。我会推荐《完美世界》。哦，是哪一个日本的？日本，它原本是。你是不是走错棚了？目前为止，我们每次访问都是国片，没有人会聊到日本片。我刚刚我还看到哭哎，那部电影。你本来还想说到底要讲什么？对，我说今天要大展身手，结果日本片。好，那要不要帮我们简单介绍这一部电影？这部电影就是他是在描述一个人出了车祸导致脊损伤，他的梦想是做一名建筑师，他其实很封闭自己的心理，他因为车祸的关系，然后也跟前女友分手了，是女主角一直陪着他，直到打开他的心理跟他在一起，因为他要演出他那个心理状况，一样都是脊损伤，所以更感同身受，感触很深。我要提一下，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男主角本身是那个学校的校草，所以他默默的被女主角喜欢了很久。所以在某次聚会的时候呢，他们两个才见面，那时候他还没有站起来，所以那女生还是对他非常仰慕的。直到大家散席的时候，才发现学长不能动的下面。对，学长就是因为日本都是做那种榻榻米，反正他就是移动，然后坐回轮椅上，大家就发现这个学长怎么瘫痪了？对，所以那个地级的震撼很大哎。例如他们第一次就是去了在2楼的美术馆，没办法去。哎，等下不是电影吗？他这部片是本来一开始是一个漫画，然后后来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，所以都有。所以这部片在日本很有名啊。松坂桃李是类似他们的金马奖的常客，也是很会演的一个新生代的演员。他会把很多细节，就是他每一个角色的感受都演得很好。里面令我最印象深刻就是他女朋友为了要照顾他，然后去上了一个照顾课，我觉得蛮感动的那一部分。因为你觉得你可能要帮忙，可你根本不知道要如何帮忙。你可以帮忙他，最好就是去学那个照顾课。这也是让我觉得，对耶，这真是很棒。他东西都不傻锅，很夸张那种情境。什么走了半天然后跌下去，对，所以他还是有正常的三角关系，就是后来的护理师和他本身的女朋友，他要选择。那你自己本身有三角关系？我很专情，我一次只爱一个。你会不会有曾经你会害怕爱人？曾经我有这么觉得，但后来
不知道，我自己想通。你不是在你的 YouTube 说没有，因为我帅啊。对啊，对，我后来想通，比正常人还棒。我完全认同。棒的地方是指技术还是脸？人生。想挖坑给我。你现在出去的话都会选哪些地方？受伤后，我去过日本、香港、澳门，然后跟泰国。哦，对，泰国你的嘟嘟车要怎么上？泰国嘟嘟车就是我朋友抱我，一个拿轮椅啊。哦，所以香港、澳门和日本应该是日本最厉害吧？嗯，然后澳门和香港呢？澳门跟香港差不多。我觉得比他们差，因为他们到处都是人超级我不喜欢。所以你喜欢日本哪里啊？日本基本都喜欢。跟我一样。会想搬去日本吗？会啊，因为日本的观念是很好，就是他看到你在等红灯，等那个过马路，然后他会停下来让你过，就纵使你不是在他前面，对，台湾就会打你，然后再摇窗户下来，给你啊，然后之类的。那你有自己的偶像吗？偶像哦，好，瘦子啊。但我觉得你蛮像，因为你选的歌也是跟他有关，所以我很早就觉得你很像瘦子。我们现在要不要先讲一下我们讲的歌名叫什么？就是那首歌叫《迷途羔羊》，来自兄弟本色。来自兄弟本色。歌词有相似到，因为他有句是失去的过往就别再回头望，就讲好像一直在对我在跟我讲的，叫我放下过去之类的。那一首歌真的很好听，尤其张震岳的声音出来之后，我是鸡皮疙瘩了。他很喜欢张震岳，真的假的？张震岳很棒，他很厉害。附近都有那个广播，然后一直放这首歌，好像在冥冥之中暗示着我什么，神给我指示之类的，叫我失去的过往就别再回头望。因为住院其实很无聊，就是很会看一些语录，就有看到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该后悔的是你没做过的事，而不是去后悔做过的事情。”哇，算是有启发到我。比较像是不要再往后看，要往前。对，我觉得很重要。我还有去大爱台唱这首歌。真的假的？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听到你在唱了。没有，不行。失去的过往就别再回头望，失去的过往就别再多想，失去的过往就别再回头望，失去的过往。而且这首歌我唱完之后，大家台人全部都哭了。我没听过。大一台，你给我小心点。哎，你干嘛？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。那节目就是叫我们上去，然后讲自己的故事，然后会做一段才艺表演，邀请一位我想要看到的来宾。为什么不是要瘦子？应该不可能吧？好，瘦子，为什么不见他？瘦子，因为不是就没有邀请他，没有啊。主要是因为我那时候上的身份是因为我是身障的 YouTuber， 所以当然就是请 YouTuber 的前辈啊。那你知道兄弟本色是怎么成团的吗？里面一开始先红的是张震岳，因为那时候热狗大家不熟嘛，他就把热狗带到各个的音乐台或者是演唱会去，所以带顽童，因为顽童有几个人那时候刚好去了出国或者是刚好当兵嘛，所以剩下的人就把它组成起来，然后他们就形成一个兄弟本色，然后在大陆啊、欧美到东南亚，他们巡演兄弟情的感觉。会不会是反映到你和你边的朋友？对，你们一起创作也有可能。还是导演根本不是你的兄弟？他是，还是他是闺蜜？不好说，他搞不好是，不好说。导演是有蹊跷。好了，导演，你们祝你们幸福了。那你觉得你现在还是迷途羔羊？没有啊，我现在是领头羊。我是莫仔羊。你是莫仔羊吗？我接不下，怎么办？如果真的要排前3名的话，你绝对有在我前3名的 YouTuber。但是带大家理解这些议题，你就好比是圣经里面的摩西，没有那么伟大，我不会分头来。这比较像是有一点在帮大家发声，这样。所以我就觉得你选的这首歌是因为你也比较喜欢瘦子，做一个好的 rap。当然可以向他赚那么多钱最好。
因为你知道我看他们的巡演的时候，大家都穿那种很 hip hop 的那个，对，可是瘦子就会穿着很时尚的那种。我会私讯他，瘦子先生，你好，我们的艺人要邀请你来参加他的 YouTube 频道，他很喜欢你的音乐，对，不行那样我一整集都会发疯，花痴，魂不守舍，然后我一直捏自己的脸，这不是做梦吧？搞不好我们有机会让你成真哦。好。好，问你哦，如果现在是跟瘦子合唱一首歌，和你赚到200万，你会选哪个？瘦子合唱，对吧？我们试试看。问题是这样，我要想气吗？这样不用啊，就是他先答应你再说。对，你在想在那边。我已经是想气了，我还在想标题，然后瘦子跟你亲吻，你可以吗？我在思考，我在认真思考。真的假的？所以你不行吗？我没有说，人生只有一次哦，亲你脸颊、额头。你也太认真。握手就好 ，hand throw。哎，如果 BL 剧找你演，你敢演？然后对象是瘦子，对象是瘦子，好啊，好啊。所以你也是一个视觉的人。对啊，基本是要这样吧。那你最爱的女艺人是谁？这是个好问题。我之前是郭雪萍，哦，以前还有郭采洁演《小时代》的时候。哦，哎，我发现你好像都喜欢短发类的，是有个性的这种。应该是比较看脸的样子。桂纶镁不行，桂纶镁也很漂亮的。对啊，但桂纶镁还好。徐伟宁也不行，徐伟宁蛮漂亮的，但也还好。张钧甯，张钧甯蛮漂亮的，对啊。所以郑云他只想要瘦子。这一集剪出来会不会全部都是瘦子？你知道我们要怎么剪呢？如果要亲，你会选哪一个？我会亲你。那亲他。好。Oh my god！ 这是哪一趴？我突然无预警。哎，你很酷哎，多了。你也好歹给我一个心理准备，你知道我小鹿会乱撞，你知道我会爱上你。看起来还好。还是你也给他一个？这个影片见证他们的爱情。在一起吧。在一起，好感动哦。因为其实觉得无障碍这个议题是未来的趋向，毕竟高龄化社会嘛，未来也有电动代步工具啊，大家都会需要一个平整的路面，或是一些更大的空间。但我觉得我看完你的故事，最激励我的部分就是，可能自己常常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瓶颈低潮，你都能把生命过得这么精彩了，那我们还有什么好抱怨的？应该要更大气、更大度一点，去看更多事情。我觉得就是把路权还回给行人，还有更需要增加行人道，拓宽行人道。没错，所以解决之道就是找瘦子。怎么又回到瘦子？大家觉得你真是爱瘦子了。我爱啊，我爱瘦子啊。我在跟你讲瘦子的时候，和聊女艺人的时候，感觉完全不一样，眼神就充满着爱。可以瘦子演 BL 吗？可以耶。张钧甯吗？可以啊，但不可以。那你最后还有什么你自己有想要表达？希望他的 YouTube 要破10万 ，IG 破10万，下一个目标就破100万，先拿到银色的奖牌嘛，再拿金色。还要去那个走中奖，你要去吗？我们陪你去哦，就帮你打灯，帮你拿行李。最重要的是我们请那个瘦子推你出场。哇哦！你害我有点想象。他真的很爱瘦子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生目标也是看极光。那最后真的很谢谢蚁人分享他今天这么精彩的故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好，我们可以开始脱衣服了。哎，不错哎。怎么了？你要有腹肌啊？妈，哪有？有拉高一点。我现在很胖。好，大家看到了吗？讨厌我。但我真的变胖了。